小时候玩有线遥控玩具的时候呢，特别羡慕从身边开过去的没有连着电线的遥控汽车了，觉得那才叫高级嘛。这样的认识啊，直到我了解了鱼雷是怎么工作的，才算告了一个段落。因为鱼雷既有线又高级。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鱼雷的故事。要问你哪种武器的技术含量最高，不管你事前知不知道鱼雷需要牵根线，估计选择它的可能性都很小吧。但实际上，人家绝对是能够排进顶尖之列的。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引导。先说动力啊，本质上一枚鱼雷就是一艘小型的潜艇。既然打的就是潜艇，那没有理由比潜艇本身还跑得慢吧？不光如此啊，还应该要快的越多越好啊。所以鱼雷从一开始起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动力系统的升级。1866年，白头鱼雷问世，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原始，但仍然包含了一台采用压缩空气的发动机。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鱼雷的技术含量一出现，就比在空气中飞行的炮弹要高出了许多，直逼1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导弹，堪称绝对的碾压。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为了让鱼雷跑得更快，跑得更远，它的发动机也迅速就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从没有燃烧时直接使用压缩空气的冷动力引擎，进化到拥有燃烧时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热动力引擎。它的工作原理跟内燃机非常的像，就是将燃料和空气混合后喷入燃烧室点燃，靠急剧膨胀的热空气来驱动扭杆，进而带动螺旋桨旋转来前进的。虽然在它的加持下，鱼雷的航速已经提升到了30多节，航程也可以跑出3公里多了。但人们还是没有满足啊，因为它还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短板，那就是燃料太占体积了。你想，鱼雷是在水里面航行，无法接触到空气，那它燃烧室里面的空气从哪儿来的呢？就只能自己带。所以鱼雷中装燃料的罐子就不是一个，而是2个。想要射程更大呢，所要携带的燃料就要更多，相应的所要携带的空气也就更多了。是远是远了，但跑远了不炸得更大点，似乎又对不起花出去的那么多的跑腿费。要炸大点的话，就要携带更多的炸药才行。这样不断加上去呢，鱼雷的体积就变得越来越大，甚至都已经大到了让装载和发射它们的舰艇吃不消了。这可怎么办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效率更高的引擎才行啊。于是到了2战啊，鱼雷就沿着这个思路再一次的进化，分化出2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电动鱼雷和氧气鱼雷。前者使用电动机，用电池来驱动；后者依然使用燃烧室，但是却将原本作为氧化剂的空气换成了纯氧，于是效率也就直上5个台阶，不仅射程和装药量增加了，而且由于产生废气的来源几乎消失，鱼雷的尾迹也几乎消失了，变得更加隐蔽了，简直好处多多啊！唯一的问题，风险太高，因为纯氧实在是太易爆炸，所以只有当时的日本人顶着巨大的风险，把这项技术推向了实用，换来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瑟瑟发抖。今天鱼雷的动力跟80年前呢，其实没啥本质的区别，依然还是电动跟热动，只不过呢，彼此都已经升级到了21世纪该有的样子。采用模块化的电池组设计的电动鱼雷，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灵活的配置电池的多少，减少质量并提高机动性，再配合高扭力的永磁电机，加速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尽管最高航速还是快不过热动鱼雷，但胜在可靠性和易用性，在近海作战时可以发挥优势。而热动鱼雷到了今天，也可以把储存燃料和氧气的2个罐子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使用一种叫做奥托燃料的单燃料鱼雷。什么是奥托燃料呢？就是几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其中既包含还原剂，也包含氧化剂，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一种惰化的液体火药，能量密度极高，同时又安全可靠。相比起同样质量和体积的电鱼雷呢，有着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持续航速，而且随着燃料的消耗，质量在变轻，机动性反而是越来越好了。缺点嘛，除了贵点，好像也没啥了。所以一般用在远洋深海的作战环境中，对付的都是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好了，说完了鱼雷的动力，我们再来说说鱼雷的引导。想要一击致命，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还是在情况相当复杂的海里面。不过早期的鱼雷其实是不带引导的，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带啊，而是那个时候想带也没得带呀，所以它叫做直航鱼雷。一旦打出去，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跑。海面起伏荡漾，它是如何做到无视这一切的呢？因为有一样东西叫做陀螺仪。尽管我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个伴随着手机的高科技，但其实早在1899年就已经被鱼雷给先用上了。于是当时的鱼雷打得准不准啊，全在于鱼雷手瞄得准不准。
该怎么瞄准呢？我之前已经有一个视频讲得比较清楚了，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哦。但是接下来啊，随着鱼雷的射程越来越远，舰艇的速度越来越快，想要在数十公里以外发射一枚鱼雷直直的击中目标几乎没有可能，所以鱼雷就来到了制导时代，可以不用一根筋的走直线，而是追着目标跑了。这个时期的一开始，其实鱼雷还是不带线的，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被动式自导的方法来锁定目标的，也就是跟着敌方舰艇的声呐信号走，直到追上它。这个想法倒是挺理想的，但是实践效果却差强人意，因为鱼雷上的声呐接收装置受限于自身的尺寸，只能做的比较小，所以作用距离不远，很容易被干扰，甚至被自己的动静给干扰了。当然，这还不是最尴尬的啊！有的时候，当鱼雷被发射出去并竖着耳朵监听附近的声音之后，对它吸引力更大的反倒是离它更近也更响亮的自家的船，然后就头脑一懵，直接来了一记乌龙球。哎，这事儿多了，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所以很快呢，线导就把自导给取代了。说白了就是你鱼雷上的脑子太小不好使，就专心负责跑和炸吧，千万不要再去想朝哪边跑了。这些信息啊，都由我来告诉你。我是谁呢？是设置在发射鱼雷的舰艇上的一个制导站，它有一套完整的检测及指挥系统，用于测定目标的各种参数以及目标相对于鱼雷的位置等参数，并形成修正鱼雷航向的操纵指令，通过导线传输给鱼雷。而在鱼雷上则有一套收发装置和执行机构，用于实现制导站的操纵指令，使鱼雷按照一定的航迹航向目标。哎，这不就是导弹的那套东西吗？只不过由于电磁波无法在水里面有效的传播，不得不换成使用铜线或者是光纤来传输的电信号和光信号而已。想起来啊，是有些不太方便，但这在今天非常成熟的放线机构和动力装置面前已经不是什么障碍了。鱼雷和潜艇中都有放线机构，使遥控距离超过50公里都没有什么问题。光纤从鱼雷尾部螺旋桨的空心轴里面传出，也完全不怕被切断。所以有线和高级在这儿似乎一点也不冲突啊。哎，既然我们已经讲到高级了，那我们最后再多讲两句。在当今服役的最先进的一些重型鱼雷上面，比如我们国家的鱼10上，不仅仅采用了线导模式，而是采用了线导加自导的模式。线导的部分呢，跟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重点是后面的自导。当鱼雷到达距离目标较近的区域之后呢，会开启主动末端制导模式，寻找目标。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自导了。一般而言，末端自导可以分为声呐探测和尾流探测，前者又分为被动声呐模式和主动声呐模式。被动声呐模式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此时它离敌舰更近，不太可能再踢出乌龙球了，但还是容易被干扰，还是作用距离不远，所以逐渐就被淘汰了。主动声呐模式则需要鱼雷发射高频脉冲来搜索目标区域，从而主动的攻击，但目标很有可能会监测到它，并使用声呐掩蔽器和干扰器来进行反制，类似于放了一个烟雾弹。那么尾流探测方式呢？看起来它是最靠谱的了，因为它是通过探测舰船航行时产生出来的尾流的声、光、电磁等物理特征与一般海水的不同来引导鱼雷的。本质上是探测尾流内的气泡对声光的散射，以及尾流水分子与其他水分子不同的运动状态引发的电磁异常。这个光听起来就非常高级了，所以优势也非常明显。只要鱼雷在距离目标1000米左右捕获并进入其尾流，就能够根据尾流产生的方向来迅速攻击目标，具有极佳的准确性和隐蔽性。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超难啊！要求研制它的国家在传感器灵敏度、集成和相关流体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否则结果出来就是作用距离十分有限，实战效果远低预期等等。所以看起来简单原始的鱼雷，实际上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之前我听说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鱼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还表示有些小小的怀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迷彩我们通常可以在一些战车，比如坦克、装甲车上面看到，可以帮助他们在复杂的背景环境下隐藏自己。但海面上的战舰，一来体积庞大，二来背景单调，想要用迷彩来伪装自己，应该是不太靠谱的啊。但在一战当中呢，很多的英美战舰甚至是商船上面都涂满了迷彩，而且还是颜色相当鲜艳、对比相当明显的迷彩。为什么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一战伊始啊，曾经是海上霸主的英国就在德国 U 型潜艇的威胁下岌岌可危，他们赖以生存的商船队频繁被敌人发射的鱼雷所击沉。尽管想出了很多对抗的办法，比如用军舰来为商船护航，给很多的船上加装声呐和深水炸弹，甚至是派出了飞机从空中定位 U 型潜艇等等，但收效甚微。直到一名艺术家前来救场，诺曼·威金森，怎么还是诺曼啊？最擅长航海绘画和插画了，恰好就在1915年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他一去呢，就发现了问题，这伪装船只怎么能用蓝色和灰色呢？即使是颜色再接近蓝天和大海，对于庞大的船只而言都无济于事啊。与其不切实际的想要隐藏呢，不如换个方法来彻底的暴露，用鲜艳明亮的图案来装饰船队，让敌人的潜艇能够更容易的发现自己。这是什么神逻辑啊？很多人会以为诺曼你疯了吗？但其实呢，诺曼的主张相当的科学。这些被他称之为眩晕迷彩的图案，的确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眼看上去晃眼睛，两眼看上去就完全不知道看的是个啥了。它能够打破船只的视觉外观。想象一下，一个 U 型潜艇里面的德国鱼雷手通过潜望镜看到这玩意儿，能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他很难判断出这艘船的准确造型，于是就无法得知它的具体型号。其次他很难找出船头在哪儿，船尾在哪儿，桅杆又在哪儿呢？而这些信息测距需要，测速需要，测量航向也需要。说到这儿呢，我就很好奇了，即使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它到底该怎么从这些观测信息里面计算出以上3个数据呢？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啊。测距用的是三角函数，在潜望镜里面呢有2个光路，一个叫做主轴光路，另外一个叫做旁轴光路，它们之间相互平行，间距已知。然后旁轴光路上面有一面反光镜，可以把旁轴成像反射到主轴成像上面来，所以在取景器上面就能同时看到2个交错的图像。当旋转反光镜把2个图像正好重叠起来时呢，反光镜旋转的角度就正好等于旁轴光路和主轴光路之间的夹角了。于是角度已知，底边长已知，想要求出另外一个直角边的边长很简单吧？距离就有了。速度呢？有了距离，只需要根据一定时间内潜望镜跟踪目标时转动的角度，也就能够估计出来了。最后一个关键数据方向该怎么得到？这个呢，就要根据判断出究竟看到的是什么型号的船只，再结合已经掌握的这艘船的情报来得出结论了。一般是通过已知的桅杆高度，再测量视野中的船的视宽度来计算出它的，这个叫做方向角。有了这3个数据鱼雷手就可以通过专门的瞄准具来对准目标发动进攻了。这个瞄准具又长什么样呢？长这个样子。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假设潜艇的位置在 A， 攻击目标在 D， 并且呢，它正沿着 DE 方向前进。那么在瞄准具上面呢，将 BC 设为目标航速， AC 设为鱼雷航速， AB、BC 之间的夹角设为目标的方向角。只要将鱼雷沿着 AC 方向发射呢，就能够在1点准确的击中目标了。所以要说谁是判断提前量的高手，一战时的鱼雷手绝对是高手当然，前提是不要碰到诺顿的眩晕迷彩。1917年5月，英国海军同意尝试使用诺顿提出来的障眼法，于是他就迅速召集了一批由设计师、模型师和画家组成的团队，一边开始设计各种各样新奇的图案，一边将这些图案制作成模型，并谨慎地对其检验后交付给海军。到了1918年的年中有超过2300艘船上已经被涂上了眩晕迷彩。那他真的有把德国人给迷到吗？这个呢，一直都很难去考证有人坚称它一点用都没有，但又有另外一批人坚称它确实有用。但不管怎么样，有一批人绝对是被它给迷倒了，抽象艺术家们。好了，其实关于鱼雷呢，后续的故事还真的不少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的话就留言告诉我这样的话我就有了动力专门来做一期了。我是火箭叔，咱们下期见。这个呢是一枚我用 3D 打印出来的1:23 MK48 鱼雷，价值355万美元。哈哈，我说的是真家伙尽管这个嘛，在价格方面呢，的确差距相当大，但是在某些细节的还原程度上呢，还是非常到位的。比方说这顶上的2个凸起来的方块了，你看在真实的 MK48 鱼雷上呢，也是有这2个方块的，所以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它们跟鱼雷是如何从鱼雷管中发射出来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本期内容呢，就来讲讲这个你平时可能根本就想不到的问题。
当然，我也想不到啊，只是无意间在油管看到了 Smarter Everyday 的一个视频，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罢了。所以后面有满场的动画呢，其实都是直接引用过来的。这2个凸起来的方块啊，是为了配合鱼雷管顶上的导轨使用的。在鱼雷发射管的入口处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上面这个呈 Y 型的导轨开口，它可以方便的将鱼雷导向正确的角度，始终保持头上脚下，不会转来转去的。然后呢，随着鱼雷被推入啊，你会希望它正好停在准确的位置上，对不对？这个就是这2个方块的作用了。在鱼雷发射管里面呢，也有2个可以收放的方块。当鱼雷往前走的时候呢，靠近发射管出口位置的方块会放下来，而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呢会收起来，好让鱼雷顺利的通过它，直到碰到后面的那个方块，于是鱼雷就不会再继续往前进了。这个时候啊，再放下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呢，就正好可以把鱼雷稳稳的卡在里面了。定位完成，其实也挺简单粗暴的啊。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啊，它该如何被发射出去呢？用高压水好像也不难啊。但别忘了啊，潜艇玩的就是一个平衡游戏，在质量分布上稍微有些变化呢，就会带来影响。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尽量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间，把一大块质量的水和空气挪来挪去的。潜艇是这么做的啊，首先需要将现在还是干燥状态的鱼雷管里面呢充满水，这些水来自一个叫做 WRT。环形间隙水舱的水箱。与此同时啊，鱼雷管里原本的空气呢也是需要排出去啊，而且还是不能浪费的，因为空气在这儿可是个稀缺品啊，那就把它排到船舱里面吧。所以在鱼雷管的上方呢，还有另外一个打开的阀门，用来排走空气。当水已经灌满，快要溢出上面的阀门时呢，会触发传感器同时关闭排气口和 WRT 水箱的阀门，于是这个时候的鱼雷啊，就完全是浮在水里面的了。不过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鱼雷管里面的水压是正常的水压，而鱼雷管另一端海里面的水压，取决于你现在下潜的深度啊，肯定是比里面要更大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是直接打开发射舱门，鱼雷会被向里面压着，射不出去的。是时候打开这个阀门了，平衡阀。它连通潜艇内外，可以使鱼雷发射管中的水压与此处海水的水压保持一致。现在终于可以打开舱盖，准备发射了。其实发射用的高压水呢是已经备好的，不过暂时被这个滑动阀给挡住了而已。于是移开它，高压水灌入鱼雷底部，再升起2个挡块，鱼雷就能出击了。关于鱼雷是如何击中目标的，我以前讲过，咱们这一次就不关心它了。回来看看怎么样重新准备好鱼雷发射管，迎接它的新客人呢？首先啊，关闭舱盖嘛，将滑动阀移动到初始位置，切断与高压水舱的连接。接着啊，平衡阀也被关闭，充满水的鱼雷发射管呢又回到了封闭状态。剩下的就是要排干其中的水了。此时啊，底部的3通阀被打开，使水流入 WRT 旁边的辅助水箱。为了加快排空啊，储存在这个气瓶里面的高压空气呢被灌了进来。等到发射管里面变得干燥，里面全是高压空气的时候，连通它与船舱的阀门被再次打开，使这些空气能够流通起来，物尽其用嘛。而鱼雷管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好了，最后呢，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问题：这条亮黄色的色弹，显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装饰嘛。那么它究竟起何作用呢？留言来告诉我吧。战列舰需要齐射火炮，那导弹巡洋舰呢？是不是也是需要齐射导弹？战斗民族告诉我们，是的，这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在今年4月第一次试射 P-1000火神导弹的画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它的左右前各并排了4组双联装，共16根巨大的导弹发射筒啊？它们呢，并不是摆在那儿慢慢打的，在实际战斗中很有可能就是一次齐射出去的。那你可能就要问了啊，这么多导弹一起出去，指挥引导系统忙得过来吗？这就不得不提俄罗斯人从 P-500玄武岩反舰导弹开始就已经开发出来的反舰导弹编队攻击模式了。基本上呢，它算是一个出去之后哥几个你们就自己靠自己的模式啊。主要是为了用来对付美军的航母编队的。它具体是这么操作的：当侦察卫星和远程电子侦察机跟踪到目标后，会将相应数据发送回巡洋舰，舰上的火控系统呢，再将这些数据装订到导弹里面，然后一口气全部将它们发射出去。齐射出去之后，这些导弹会在空中自己组队，每个编队里面有6到8枚导弹。一开始呢，就只是采用被动的惯性导航方式，根据之前输入的数据飞向目标。
当到达距离目标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哥几个商量了一下，留了一个继续在高空飞行，其余的呢就全部都下降到距离水面仅有20-30米的高度了，保持无线电静默飞行。那枚留在高空的导弹此时将高调开启雷达，去主动搜索目标并修正末端的弹道了。它于是就叫做领航弹。但它这雷达一开啊，不是也很容易被对方给探测到吗？所以呢，就会遭受到反导系统的拦截和摧毁。这个时候啊，团队作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原先的那枚领航弹被摧毁后，剩下的那些导弹中就会有一个主动站出来说：“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啊？”接着呢，就迅速爬升到5000到7000米的高空，接过领航的弹子，继续打开雷达，朝着目标准确的飞过去。要是他又被摧毁了，当然又会有另外一个敢死队成员来接替他的角色，直到接近目标之后呢，大家一起都把雷达打开，做出最后的冲击。这个就有点猛了啊，妥妥的已经算是人工智能导弹了，有没有？竟然他们之间还能够自己交流的，所以啊，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嘛，用来迷惑美国的。毕竟看似更加先进的美国都没有搞出这么智能的系统呢。当然，也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可能只是经过了多次的传播之后被夸大了而已。所以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至于我嘛，我认为啊，你现在还是应该要认认真真的帮我投票才好啊。非常感谢大家！晋级赛的投票呢，还有1天结束，我能不能成功晋级就靠你们了。投票很简单啊，直接在本视频的投票贴纸里面投就可以了。更多的玩法呢，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介绍过了，没有看过的可以跳过去看看哦。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下一个视频见。鱼雷在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是处于鄙视链底端的，海军军官称它为既卑劣又懦弱的作战方式，因为它太不爷们儿，跟暗杀没什么区别。所以在一战早期，身世哀病的不轻的欧洲人在用潜艇追杀猎物时，还会先浮上水面，对猎物予以警告过之后，再潜下去将其击沉。他们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搞懂战争后来能够残酷到什么程度上去。德国人首先不玩这套，开始了毫无绅士精神可言的无限制潜艇战。于是从1914年斩获首杀到1918年最后一发，光是 U 型潜艇就凭一己之力击沉了超过5000艘的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舰船，总吨位在1200万吨以上。潜艇战和反潜战就此开始越来越多地撑起了战争中的主角光环。当然，鱼雷也成功逆袭，从草根变成了王牌，但并不是每一张王牌看起来都非常的优雅。比如意大利人手上的那张，怎么看呢？怎么都像是小丑。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2战中意大利人用的人操鱼雷。本质上，鱼雷都是人操的，只不过通常你只会坐在潜艇的战斗室里面，用电线遥控着去操纵鱼雷，而意大利的人操鱼雷就很不一样了，它真的是人去操作的，或骑着，或是坐进鱼雷里面，然后把鱼雷驾驶到目标附近引爆，相当不可思议吧。说回到2战初期，尽管意大利拥有不错的海军力量，但是跟英国海军比起来啊，还是有明显的悬殊，所以地中海的控制权一直都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面。意大利人哪能甘心呢？想当初我罗马盛世时哪有你英国什么事儿？但无奈啊，正面杠，意大利也知道杠不过人家，于是转念一想，咱手上不是还有奇招吗？这个奇招就是他曾经在1战末期使用过的，并且还的确获得了一定战果的人操鱼雷了。它叫做水质式人操鱼雷，有2名蛙人骑着它，悄悄地潜到敌舰附近，然后将鱼雷前方的战斗部分离，把分离出来的战斗部呢挂在船底的正下方。这是通过把一根绳索穿在敌舰龙骨的2侧完成的。接着拨动战斗部上面的机械岩石引擎，再骑上无头鱼雷，悄悄地溜走，就大功告成了。听起来很复杂吧？实际做起来呢就更复杂了。但即便是这样，意大利人还真的是用它在1918年的1战结束前夕，袭击了位于普拉湾的奥匈帝国舰队，并成功击沉了其旗舰维利波斯号，算是立下了奇功。这等好东西凭什么不再次拿出来使用呢？它说不定就是对付英国海军的超级武器啊！于是1935年，意大利人就制作了一个基于海军用的533毫米鱼雷的人操鱼雷原型机，同时也开始了秘密的训练计划，好让蛙人能够熟练地操作这台超级武器。
但工程师实在是有点不给力啊！这枚人造鱼雷上面的操纵系统全都是裸露的线控，这意味着他们即便是在陆地上也不怎么容易操作，更别提到了水下了。更要命的是，再把前面的战斗部卸下来之后呢，由于连头都没有了，就更难控制这枚鱼雷的方向了。所以很多次啊，在释放完战斗部之后，蛙人们都不得不抛弃掉它，索性自己游回原来的船上。这也就让它有了一个比正式名称慢速鱼雷更加响当当的绰号——侏罗。这枚侏罗长7.3米，宽0.5米，高1米，总重1.5吨，其中战斗部重约220到250公斤，依靠蓄电池驱动一台1.6匹的电动机，搭载2名蛙人之后呢，可以以最高3节，也就是大约5.5公里的时速前进，最大潜深30米，最大巡航距离15海里。稍后，不满现状的意大利工程师继续打造出了它的升级款。这次呢，2名蛙人终于可以坐进舱里面，而不是骑在外面了。但这个座舱就是个敞篷的，所以还是需要蛙人把所有水下呼吸装备都穿戴整齐才行啊。除此以外，升级款最大的改变就是更粗更重了，因此装药量也增加了，变为400公斤左右，航速加快了，变为最高4节。这个东西我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应该是装在儿童乐园里面的旋转木马上才更合适啊，怎么就能被意大利人做成武器呢？但是别看它样子搞笑，它最后还真的对地中海里面的英国海军造成了重创呢。1941年的12月18日深夜，意大利海军的6名蛙人驾驶着3枚人造鱼雷，通过一路尾随英国军舰回港，成功的避开了英军设置在基地周围的水雷和反潜网，进入到亚历山大港。然后呢，他们将鱼雷前面的战斗部挂在了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和勇士号战列舰的底部，并成功的溜走了。次日凌晨，随着3声巨响，2艘3.3万吨的巨舰从此沉入了海底。这一役的胜利的确暂时扭转了地中海上意大利海军的颓势，但同时也让意大利人想要极力守住的这种机密武器呢曝光在英国人面前。更惨的是啊，后来还有几枚人造鱼雷被英国人给俘获了。于是根据你有我也必须有的战略逻辑，英国人也研制出了自己的人造鱼雷战车，并进一步发展出了一款被称为是 X 舰的袖珍潜艇出来，在对德海战当中呢取得了更大的战果。这个功劳该不该把它算在意大利头上呢？看来啊，历史用事实再次告诉我们，选择队友很重要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也有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就是没有在空中发射的空基洲际弹道导弹呢？是太难了吗？是的，的确很难，但原因呢？并不止于此啊，因为早在1974年，美国就已经试验成功了。1974年的10月24日，美国空军在打开了一架 C5 银河运输机屁股上面的舱门后呢，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1号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它并没有装上核弹头，也只是启动了第1级的发动机，但是这种从空中机动着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方式，本可以为美国的核武发射库中加入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威胁嘛。可是他就只那么试了1次之后呢，就再也不见踪迹了。这美国人的脑子里面是进水了吗？要知道，从 F-18上扔下一枚4米长1吨重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AGM-158是一回事，但是想要扔下的是一枚将近20米长、重达30吨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大代价，实验成功了，却锁到保险箱里面不用了。你说奇不奇怪啊？所以呢，这背后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秘密？故事啊，我们还要推回到1945年的7月，从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刻起开始说。1945年7月，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原子弹爆炸实验，以相当于2.5万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炸开了核时代。4年之后呢，在1949年，苏联效仿，全球的力量平衡因此而改变，也为长达数十年的核竞赛做好了铺垫。到了1974年，核态势已经成为美苏两国政府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个国家都在不懈的努力以新的手段利用或者交付核武器。先是原子弹，接下来呢就是更为致命的氢弹了。美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技术稍欠一筹的苏联则在数量上进行弥补。说白了就是你造1枚，那我就造个10枚。虽然精度没你那么高，但即便只有1/10的概率，我也能干掉你了。到了197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硬是抹平了。美国的优势呢，不在了。虽然这也只是种感觉而已，你以为美国人真的就知道苏联到底有多少个核弹头吗？并不是嘛，他们只是分析得出来的，然后就开始陷入到被害妄想症当中了。不过呢，这也不怪他们啊。说起来非常讽刺，因为 MAD
疯狂这个单词在当时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它正好是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相互保证毁灭的首字母。这是一种一毁皆毁的军事战略思想，建立在假设交战双方都有着足够摧毁另一方的武力，而且一方如果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攻击，不论理由是什么呢，都会以同样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武力呢给他怼回去。结果就是相互保证了对对方的绝对毁灭。既然这样，大家就都会怕他了，也就不敢首先发动进攻了，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实际上 MAD 恰好被认为是冷战变不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了。不过你看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平衡，一旦平衡打破 MAD 就开始失效了，意味着我可以单方面的摧毁你了。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个嘛。一方面苏联人的核弹呢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多还基本都能动，车载、列车载，甚至还能动用直升机载，吊起来让他们实现快速的重新部署。再反观美国人呢，一开始由于过于自信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装在了固定的发射井里面。如果苏联人的情报足够准确的话，完全是可以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瞄准并直接摧毁这些无法移动的目标的。美国岂不一上来就直接完蛋了吗？这简直是越想越怕，坐立不安啊！于是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呢就想看看能不能从外交途径上缓解这个问题。他准备约上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长谈一番，讨论一下，为了世界和平，咱能不能一起缩减点自己手上的核武器数量？但他也明白嘛，苏联人又不傻，如果看上去好像处于下风的美国人主动把脸贴上来了，那就是实锤的下风了嘛。我干嘛还要跟你妥协，缩减自己的核武器库呢？滚一边去！所以在谈判之前自己手上的筹码一定要够多够硬才行啊。既然我们的软肋在不能移动的发射井上，那么就想办法让它们移动起来呗。而且不光要能够移动，还必须要能够移动着把它们发射出去才行啊。这优势不又回到咱们家了吗？好吧，于是五角大楼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尽量找到能够移动它们的方法了。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他们两眼放光。这个比右下角的大力神还要大了 N 倍的大家伙，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从 C5 银河运输机的屁股后面把洲际弹道导弹给发射出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尽管也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是这可是在冷战时期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疯狂了。毕竟整个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 MAD 上面的嘛。好，那我们就来说说 C5 这架运输机了。它从一开始呢，就是为了装而存在的。虽然也有装逼的意思但更多还是用来装货的。尤其是要装下当时美军最新的9米长、50吨重的 M60 主战坦克了。于是它的货舱空间呢，就来到了惊人的1000立方米了。这个好像没啥概念，对不对？那就换一个其货舱的长度达到了37米，比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的距离还要远呢。但其实呢，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在它那巨大的黑洞里面装下超过100吨的货物之后呢，居然还能够轻盈的飞上天空。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用它装只重30吨的民兵1呢，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挤一挤，我给你装1捆都是可以的。但重点是装1捆能发射得出去吗？对了，真正难的地方在既能装得进去，还要能放得出去并且在放出去之后呢，还得必须要点燃飞得过去才行。国务卿的时间不多了，他只给了五角大楼90天的时间。于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了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呢，突然停在了教授家的草坪上，耷拉着眼皮的教授不情愿地爬进座舱后，发现怎么这儿还有几个没睡醒的家伙呢？专家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试图验证从 C5 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可行的，或者为什么就不可行呢？好吧，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在于他们还从来没有从 C5 上空投过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应该说一个这么重这么大的完整的东西。虽然有过成功投下将近75吨重货物的经验，但那是被分成了4批投下的，每一批呢也就不到20吨重了。采用的方式也很特殊，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呢，他们是靠打开后舱门释放出阻力伞，把货物的相对速度减到比运输机更慢后自己给滑出去的。通常情况下，这些货物的长度呢都很少会超过8米，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度则是20米，加上滑车等附件之后呢，不可分割的重量也已经翻到了30吨了。这就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太重之后，如果阻力伞未能够将它们成功的拽出货舱， C5 的飞行平衡将被打破，导致失控坠毁。
二是即使成功拽出货舱了，但突然损失这么大的质量，也会打破飞机的原有平衡嘛。如果飞行员的调整不够及时的话，也有坠机的危险啊。最后，由于它太长啊，所以很有可能在拽出时呢，导弹的头部下倾过多，尾部就直接顶在了货舱的顶上，把飞机给卡住，造成坠机。说实话，能够成功的窗口实在是小得可怜啊！但这帮专家揉完没睡醒的眼睛之后，还是给出了积极的评估。虽然风险很高，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那咱就试呗。从1974年9月6日开始呢，这样的测试一共进行了10次。前7次呢，分别往下扔下的是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长的模拟载荷，后3次就玩真的了，扔下去的就是真正的民兵1了。不过扔下去又让它点火飞起来了的，仅仅只有最后1次而已。虽然所有的测试载荷都不会带上核弹头，但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依然风险重重啊。从 C5 上减掉30吨的重量，会迅速改变其重心，使飞机几乎立即向上和向前倾斜。如果飞行员未能保持控制，即使成功投放，也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当然，相比起来啊，与43500吨当量的世界末日一起飞行在未加压后舱的机组人员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实际上，他们在整个部署期间呢，都必须要佩戴个人氧气罐，以抵御稀薄的空气，并无数次面临更加险峻的环境。为了确保 C5 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还能平安地飞回基地，他把导弹的投放高度呢设置在了6000米。当导弹离开飞机时，第一级发动机上的定时引信呢便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连接在头锥上的降落伞呢会使它头从上往下掉，在掉到大约2500米高度时呢，发动机点火，先是阻止其继续下落，接着便是推动着它开始跨越大洲的旅行了。好像听上去也不是很难，对不对？但是在测试中呢，失败率竟然高达33%。前9次测试呢，只成功了6次。有降落伞被撕裂后导致测试载荷直接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的，有刚刚离开货舱后呢，测试载荷就直接在空中散架的，还有的是因为一个阻力伞的力量不够啊，拉得不利索，卡在半截，差点就把 C5 给搞坠机了的。没有最刺激，只有更刺激。就这样啊，时间来到了离谈判日只有1个月不到了。虽然压力巨大，但工程团队呢还是给顶住了。他们又对导轨进行了改进，还增加了一个阻力伞，然后决定进行第10次，也是第一次真正会点燃导弹发动机的测试了。如果成功，就代表着空基洲际弹道导弹他们是可以玩的转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到了。消息第一时间当然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面，然后呢，也很巧妙的让苏联人知道了这事儿，谈判的主动权于是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面。到了今天啊，最新一代的 C5M 甚至可以同时装下3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可你还能听到关于空机发射的任何一点消息吗？它就这样在第10次发射后呢，被彻底埋藏了起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啊。虽然美国人发展出这种发射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当第一波核弹互射自己的发射井被摧毁后呢，还能有发起第2波还击的能力，但是它同样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第1次打击能力啊！如果将这种对方无法应对的首次打击能力引入到相互保证毁灭的脆弱核生态系统中来，很容易就将原有的平衡给打破掉了。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就是没有了安全感的苏联人干脆就首先发起核攻击嘛。美国不照样充满危险吗？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了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附近呢，不明飞行物的发现报告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很多居民都看到了在空中一闪而过的蝶形飞行物，而且呢，他们的描述都非常一致。这些飞行物似乎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空中机动能力。所以，这些飞行物究竟是什么？会是真的飞碟吗？是的，它们的确是飞碟，不过呢，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飞碟。还是在1957年啊，不过地点换到了苏联，在劳动节的阅兵仪式上呢，他们拉出了自己最新研发的大杀器 S-75防空导弹，采用2级发动机的它呢，最高可以射到25000米的高度，散发的平均杀伤率高达95%。美国人一看有点着急了，当即就进行了一次秘密评估，结论的确不容乐观啊。他们认为自己新装备的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呢，只可能在几年内还有渗透苏联防空网的机会，而即便是正在开发中的继任者，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 XB-70女武神超音速轰炸机，也很难仅靠自己就能在苏联上空全身而退了。它必须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防御装备才行。是什么防御装备呢？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模型了。
它呢，这个圆盘啊，居然是一枚导弹。是的，一枚空对空的防御型导弹，代号皮瓦克，秘密编号项目3811。军方对它的要求呢，其实很简单干脆啊，总结起来也就只有几条：一是它要能够向任意方向发射；二是呢，它要能够承受60到250倍的加速度；三是它要能够在空中接受末端制导，可以灵活的向任意方向转向；四是它要能够以7马赫的速度去拦截来袭的目标。怎么样？听起来这还像是人类的科技吗？准确点说，是人类60年前的科技吗？不像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正是位于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研究人员扛起了这个重任，他们很快就从经典的飞碟外形上找到了灵感，从而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拥有透镜外观的激进的飞行器出来。这是最初的一张风洞实验照片。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外观不仅有着极佳的攻击角度，还有着十分理想的重量分布，两者合在一起，竟真的混出了如科幻一般的超强机动。随着风洞实验不断进行呢，皮瓦克导弹的外形呢也逐渐从纯凸透镜型进化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前薄后厚的造型了。它被称为型号3，在气动性能得到了优化的同时呢，也为内部元器件提供了更大的容纳空间。因此军方的正式合同终于到来了，它被交到了康维尔公司的手里面。是的，又是这个康维尔，这个名字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算是常客了，可见他曾经真的有多么的厉害啊！不过外界要知道这些呢，还要再等上50年才可以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再细品一下。埃格林空军基地里面呢，研究人员正在秘密的研究碟状导弹。埃格林空军基地以外呢，不明飞行物开始被频繁的发现，而官方的口径里面是，这个事情嘛，我们也毫无头绪啊。这个套路大家现在是不是有点熟悉了呢？好了，再回到这枚科幻的导弹本身啊，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认识一下它。先说它的发射方式啊，很多枚这样的皮瓦克导弹呢，会像炮藤片一样叠在一起，被安装到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筒当中。圆筒中有一根可以将导弹向下推至发射位置的内螺杆。在发射前呢，圆筒先旋转到合适的位置，然后舱门打开推出导弹。等到导弹离开飞机，有了一段安全距离后，再点火奔向目标，从而实现全方位的自由发射。那么很自然呢，咱们就要讲到它的推进系统了啊。在一开始研究人员为皮瓦克考虑了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火箭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外燃冲压发动机、液体火箭发动机以及固体火箭发动机等等推进方案。但是考虑到在3马赫至7马赫下，涡轮推进系统无法满足皮瓦克的需求，而冲压发动机则需要一个大进气道，因此会带来操纵的问题。外燃冲压发动机虽然具备可能性，但那会儿呢还达不到实际应用的阶段，因此只剩下了液体与固体火箭发动机这2个解决方案。最终呢，他们还是觉得用固体火箭比较靠谱，于是就在皮瓦克那扁平但是宽大的弹体内并排进了6台发动机，其中3台用于推进，另外3台呢则用于姿态控制。这3个明显长成是中型的喷管就是推进发动机的喷口了。另外很多个，包括尾巴上3个主喷口旁边的这2个，还有诞生上面、下面这2侧的几个呢，都是可以控制它在空中俯仰、偏航、滚转的姿态发动机的喷口了。由于足够高效直接，所以在空中来个突然转弯什么的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毕竟250倍的加速度过载是被明确写进了标书里面的。而导弹的外壳呢，是用光滑而漂亮的镁合金，战斗部介于火箭发动机机舱前壁与制导模块之间，是大约重10公斤的可控破片。之前呢，甚至也考虑过核战斗部的，但是由于塞不进去，所以就放弃了。到了最后一版的设计里面呢，为了给导弹助推段提供额外的控制力，设计人员又在顶上和底部再加上了这么4个喷口，都快赶上载人龙飞船的节奏了啊！另外，为了应对高速飞行所带来的高温，皮瓦克的外壳也设计成了双层的结构，并在其中封装了液体冷却剂。这被证明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因为随着吸收热量，冷却剂开始蒸发，蒸汽会从导弹的后方排出，还能再发挥出余热，为导弹增加一些推力呢。就这样，到了1960年，皮瓦克项目已经完成了预想中3个阶段中的2个了。但是康维尔的研究小组呢，却突然发现，他们好像走进了一条时代发展的非主流岔路口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美国关于战略打击载具的思路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高空高速轰炸机切换到了洲际弹道导弹。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1960年 U2 被击落后所带来的深刻反思。既然连 U2 这种在太空边缘游弋的飞机都不安全了，那还有哪架飞机是安全的呢？再加上越战开始了，
越战输掉了，很多创新武器的研究经费缩水了，甚至直接被砍掉了。XB70那架可以飞到3马赫的女武神便是其中一个了，连主人都已经入土了，你说它的配件难道不应该一同陪葬吗？是的，皮瓦克项目呢也因此就被终结了。但是真的就被终结了吗？这实在是不好说，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皮瓦克已经被终结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叫做蓝圣图的反卫星系统项目里面，出现了一个跟皮瓦克长得非常像的东西，就是它了。原来，早在皮瓦克研究的第2阶段呢，康威尔就同时参与到了这个绝密的反卫星项目中了。他们基于皮瓦克的技术，提出了一个透镜状载人飞船的设想。这艘飞船可以容纳一个3人小组，安装在一枚泰坦3型运载火箭的顶部，被推进到距离目标卫星80公里处时，发射出一个小型的侦察击杀器。它会与目标交汇，先是进行仔细的侦察，然后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呢，直接将其击毁。完事之后，飞船重入大气，返回地面。不得不说在1960年代真的是一个脑洞极大的构想但是没过多久，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和皮瓦克一样被毙了。其实这件事呢，我们本来从头就不应该知道的，但是在1963年的一次空间技术研讨会上，之前皮瓦克项目的负责人估计是觉得反正项目都已经被取消了嘛，就在大会上直接把它给公开了。于是人们呢第一次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点点模糊的了解，但是更多的细节，甚至是这位负责人的官方履历都从此完全消失了，至今还有很多没有被解密，留下一团迷雾。不过2006年美国杂志《航空周刊》和空间技术里面的一篇文章似乎又把这条线串了起来。文章声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了一种2级入轨并且还可以重复使用的载人飞行器，名为黑星。它又据说是一架改装自 XB70 超音速轰炸机的运载器和挂在其下方的载人升力体太空飞船组合而成，可以进入地球轨道，用于执行小型卫星发射、反卫星和空间武器的部署等等。整个项目极为机密。这像不像是当年 XB70 和皮瓦克导弹的组合呢？难道他们的研究一直都在秘密的进行？难道美国政府最近放出的那些不明飞行物的视频，其中就有他们的身影？好吧，真真假假，谁又说得清楚呢？那我们就全当是猜测吧。但这个东西嘛，还真的就的的确确存在过，太不可思议了。我是火箭猪，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